最后结果就是雅马哈变成22%哈，啊光阳呢变成21%或是20%哈，理论上它不可能低于20%啦，低于20%太难看了哦。2025年末到2026年初呢，可能会窜上来哦，变成老2，可能是那个短暂的那个 moment 那个几个月哈，但是呢，讲难听点哈，就像人家牵涉到第4个战略，这个就是无牙的正牙哈，对不对？当年皇帝也是爽啊，传统产业最喜欢搞什么计划，就是省钱嘛，省钱是最直接看到的利益嘛。卖车子做好了卖出去，不一定会赚到钱呢，对不对？要看消费者呢。你内部的话没有，你要做战机，要做战功，要做业绩，当然就是做生省钱哦。可能以前呢厕所呢1天呢补3次卫生纸哦，现在改成了2天才补1次哦。你肚子痛有没有？就忍一下，回家再大便啊。之前的董事长喜欢搞电的不喜欢搞油的。现在新的董事长呢，算是油车专家哈，对不对？车的力量哦，来自钱的能量哈，对不对？有钱才能够搞出新花样所以他今年先省钱，把钱省下来把战力省下来。明年呢，2026年呢，全新的一年，2026年1月1号才是新董事长发挥战力的一年。你看光阳卖的不好的这几年，多少经销商都跳槽，改去挂三洋的牌子，就是你都不来看我你也不来关心我今天我要跳槽没有 ？Who care？ 我要插小了，对不对？我想跳就跳，我都没饭吃了，我还管你这个招牌是你的还是我的 ？We are family 的，伊阿讲对不对？我先讲8讲人家已经骑过进口的，人家已经骑过那个不错的了，现在要改成国产化没有？你不能以前车子那个车壳的那个车缝有没有缝隙有没有？以前是0.5 mini， 你再给搞到1 mini，人家就会人家也是会拿扑克牌下去测试的嘞。三洋这几年呢，车子卖得好，它的理念是什么？它把可能变成可以雅马哈就把 MT-5 国产化之后 ，IE5 变成国产化，所以雅马哈现在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可能就变成可以。大家好，我是迪赛哥今天呢，想要替大家呢来解释一个社经事件什么叫做社经事件呢？就是社会事件呢，后来呢越演越烈变成呢经济事件由社经事件呢改变呢车市的未来所以说呢这个现象呢，迪赛哥呢觉得蛮重要的礼拜日赞对，今仔日的体咱便利商店就给你传便便所以说呢，迪赛哥今天替大家来解释这个社会事件呢，然后再经由孙子兵法的4个战略呢，然后来解释说这些车厂为什么这样搞老2的车厂呢，跟老3的车厂呢，为什么会产生混战首先呢，我们讲到这个孙子兵法呢，它的来源敌强我避避实击虚呢。什么叫做敌强我避呢？敌人呢强烈的有战斗力的部分呢，我们就要闪去旁边去不要跟他硬碰硬避实击虚呢，就是说呢，你知道呢，他在某些机种呢，或者说在某些高阶的机种，或是高价机种呢，它的实力呢是坚强的它也有它的支持的客源那么我们就要避掉击呢，我们就要叫虚弱的地方它霸咖的地方它比较不擅长的地方呢，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这种产品呢，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呢加强来击败它所以说呢，我们呢先把4战拿出来看一下这个4战的部分有没有？目前呢这个状况呢已经维持了很多年了就是呢，雅马哈呢它的4战呢，因为它是老3嘛我们从老3讲起它就固定呢在17%或18%它也不会超过20%它也没那个能力超过20%以前就讲过了好的车呢一直停产新的车呢生不出来要打仗没炮弹要发射呢没飞机你有炮弹没飞机嘛是不好另外呢，老2呢光阳呢自从丢掉了冠军宝座之后没有，它就永远维持在那个25%至30%之间它也不太可能会跌破20%它也不可能会超过30%因为呢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些问题人的问题、车的问题、领导的问题还有以前遗留下来的那个风评不好的那个品质问题另外呢，三洋呢，它自从呢登上了第1名冠军的宝座，它那个30几%呢，做没多久有没有就变40%了40%上去之后没有，好像呢他们高层呢对自己呢有一个期许说，我们呢不能让敌人呢有赶上来的机会呢，所以他们对这个40%是很看重的所以呢他们不是把40%呢当成目标，他们是把45%呢当成是他们的低消看能不能再往上爬上去所以呢三洋呢就固定都是在那个43%、45%之间另外10%呢就给那些狗肉啦PGO 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洪家腾你们自己去 share 了能啃多少啃多少能喝多少就喝多少所以说呢，这个部分呢产生了这个化学变化这个化学变化呢，
当然我们会想说呢，三洋它这不可打败的40%之后有没有啊？另外两家车厂呢，刚刚一开始讲的社经事件从社会事件呢变成经济事件社会事件是什么呢？光阳它今年就不得不提，就换了董事长原来的董事长呢做的当下面觉得呢，好像人的魅力有了车的魅力没有所以说人有魅力，车没有魅力呢，对销售呢是没有帮忙，因为大家是在买车不是买啦啦队所以说呢，经过了他们这次改选之后，没有就产生了新的董事长以前光阳副总柯俊斌他就回来当董事长，回来当董事长之后有没有雅马哈呢，好像看到一个消息，一个讯息他知道说，他今年有机可乘。为什么叫有机可乘呢？这个呢，我们呢等一下呢再来深入解释因为这个牵涉到那个《孙子兵法》的第3个战略我们先把第2个战略讲完光阳的25%牢不可破吗？不一定因为他今年换了董事长可能今年大概没什么作为雅马哈今年呢，当然他差不多他跟三洋一样，两个是话题1年了，一个是一直推出塑胶车另外一个呢是一直推出挡车，而且呢都是全新机种不是呢拿旧饭旧菜来炒一炒所以说呢，我们用 NBA 篮球来比较NBA 篮球刚好有打4节嘛刚好就符合我们2025年Q1、Q2、Q3、Q4 刚好4季今年第1季呢，就是刚好第1节刚好呢雅马哈呢落后光阳呢，就刚好落后大概88我们假设它就刚好落后8分第2节呢，第2节开始打了雅马哈呢，他就决定大反攻了，先投2颗3分球就追回6分了所以这样差距呢就达到呢就差2分剩下2%这2颗3分球是什么呢？去年呢宣布国产化 NT15今年呢大家讲说你没有可得都能国产的有可得难道不能吗？有差那一件衣服吗？他就听到声音其实早就这样讲了啦，只是说呢那个药效要慢慢发挥一次太强怕会吓死你IU 呢 IU 它刚好也国产化了，所以说2颗重炮打下去有没有？2颗3分球呢？今年第2季呢，它这个落后的8%呢，可能剩下2%熟能生巧到了第3季有没有？没有球可以打了吗？没有换了一个近距离选手上场插门300，那个国产化插门因为这个量呢不能像 IU 那么多啦，虽然呢它呢也是大家喜欢很久的车呢，但是毕竟呢黄洋这个市场在台湾呢算是一个红海三洋也有黄洋海光阳当然也是黄洋海雅马哈呢其实呢它就刚好一个集聚一台车，一台集聚一台车，但是因为都是进口车价格呢都理论上都比这2只两年较贵现在呢它把插边国产化没有，就是把它的痛处没有一次呢铲除我的车是好，但是以前比较贵现在呢我把它国产化之后没有，我呢不但可以卖得跟你们一样便宜，甚至呢我还可以卖得比你们更便宜这个便宜在哪里呢？品质建立上的便宜表面上好像卖的一样的钱比如一样都是卖19万，或者一样都卖18万，但是因为我买车送音乐教室有没有？那上机插字所以说呢，你在感觉上就觉得有赚到7个国际品牌出去就好像你买电视一样你买 Panasonic 跟买和联一样摆在家里看有没有？你没有看电视，把电视关掉，看到那个 logo 你就爽一点就是说呢，这个音乐教室加减还是有一个隐性加分所以呢虽然这个插边呢它是国产化的，但是因为它这个价格比较贵，量可能没有办法像 RU 那么多呢顶多呢就是以前如果说1个月卖个100台现在了不起可能变成150台把光阳那边挖个25台把三洋那边挖个25台所以呢这个中距离射手上场呢，这大概就可以得2分得2分没关系刚好上半场打完刚好输2分这2分刚好追回来所以在第3节呢就追平了2个人可能我预测呢可能就是刚好呢2个都是21%的市占率接下来呢到了第4季呢，第4季怎么办呢？已经同分了第4季当然就是什么？就是要肉搏战大概打完3节大家都没有体力了都剩下意志力在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雅马哈呢就要出干胶不是出干胶了，就是要出一些比较老经验的选手派老将上场了可能就是呢打板上篮制造对方犯规那个插板得分2分再加罚1颗球按着3分按着赢过来赢过来可能最后结果就是雅马哈变成22%光阳呢变成21%或是20%理论上它不可能低于20%低于20%太难看了当然这个老将要靠哪个老将呢就是在国内已经卖很久了NMAX 插门这个龙骨车都能够国产化了NMAX 呢讲不过美赛公国产化对不对？你 NT15 无照的都能国产化了IE5 有照的有壳的也能国产化插边300都能够国产化你 NMAX 不能国产化听起来呢感觉上好像有点没有呢火力全开
它既然呢 IE5对不对 ？NT5都能国产化对不对？XSR 嘛是 EU5为什么不能国产化？对不对？一个走科技一个走速度一个走复古还如何三雄鼎聚EU5系列的挡车凑起来现在所以说呢，平手之后，第3节平手之后，到底能不能够第4节反败为胜，拿下睽违已久的市占第3名呢？这样子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第3个战略第3个《孙子兵法》的第3个战略来，《孙子兵法》的第3个战略我觉得这个战略非常重要这个战略叫做呢，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战一胜一战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个意思上面呢，就是说呢，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有没有，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实力要了解对方的实力如果我们完全都知道对方的实力，也知道自己的实力我们就是大概2胜如果我们只知道对方的实力，我们只知道自己的实力，不知道对方的实力呢，一战一败如果我们连对方的实力跟我的实力我都不知道，打瞎仗蒙着眼睛射箭那就是必战必败所以说呢，这个呢就牵扯到呢，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光阳今年换董事长呢，表面上好像很开心哇，理清楚瓦新掏给但是呢，这个样子呢也是被对手在造成对手的有机可乘就是这个老三呢，这个雅马哈有可能趁今年会窜上来呢，2025年末到2026年初呢可能会窜上来变成老2，可能是那个短暂的那个 moment 那个几个月但是呢讲难听点就像人家牵涉到第4个战略这个就是武娘的正娘对不对？当年皇帝也是爽跟溥仪当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他也是永远被记在历史上，对不对？虽然说干得不怎么样中国皇帝后来变成日本皇帝，那日本皇帝后来又被跑去劳改搞得好像名声不太好，但是呢，大家永远记得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是谁？是溥仪对不对所以大家可能会永远记得说，在2025年光阳换了董事长结果发生了一些大事件那个大事件这个剧本怎么演就看雅马哈怎么接招了首先呢，第一个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雅马哈知道光阳今年换董事长因为今年换董事长了没有？一个公司换董事长不是说那个名牌换掉换一个人上去做一做就而已。董事长回来有没有？前面旧董事长的班底，他的战斗团队要不要把他拉掉？要新的董事长做上去之后，他的原来的战斗团队要不要班师回朝？要人这么多，位置那么少，当然就是要挖一些起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他在光处理他内部这个人事的整合有没有，他就自顾不起来了大概呢也没有什么心思再去搞一些新车出来讲对不对喝一下但要再套这这刚刚套这刚刚更好喝一点点工地传说那个蓝岭神饮料对吧？所以说呢，他今年呢搞自己的内部呢就搞到天昏地暗了。所以说呢，他要再推出新车可能很难因为内部先要整合好，有没有？他新的董事长这个柯俊斌呢，他也不是菜鸟他也是商场老将了他也知道说车子的品质一半建立在管理管理的品质呢一半建立在领导人以及领导阶层。所以说呢，在基层底部要先打好，人事管理自己的战斗团队要先就位，接下来再来出新车。你急就章有没有出车？而且讲难听点，今年如果出的新车有没有？到底是旧董事长手上的企划案，还是他的黑马在打赢的话没有这个账要算旧董事长还是算新董事长卖得不好，这个账要算旧董事长新董事长，这件事很难讲。干脆就把它空转半年过去的地方，反正他之前都已经空转10年了也不差了半年了，对不对？进前我们编回来，往前编回来，之前在辅助的时候已经辅助10年了他看也看多了他也知道说不用急另外呢，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败这个高层呢，董事长已经确定了董事长下面呢，这些重要干部这些战斗团队刚上任之后有没有？大主头也是要去拉拢调咖，对不对？组长、经理、副理每个位置都安排好之后没有？大家也是要求表现一开始求表现是推新车嘛？当然不是对不对？做简报啦然后做报告啦、企划案啦传统产业最喜欢搞什么计划？就是省钱嘛，对不对？先省钱，省钱是最直接看到的利益嘛。卖车子做好了卖出去，不一定会赚到钱呢，对不对？要看消费者呢。你内部的话没有，你要做战机，要做战功，要做业绩，那你就是做省钱可能以前呢厕所呢1天才补3次卫生纸现在改成了2天才补1次你肚子痛有没有？就忍一下，回家再大便但是呢，这个对消费者一点帮助有没有？这也是给对手呢有机可乘的。第三呢，就是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败每战必殆因为呢。这些老巢不是老巢，
老将班师回朝哦，不是老巢，老将班师回朝有没有？他们已经想说啊，今年的上半年已经被旧新董事长搞得这样子乌烟瘴气了哦，啊，我今年在推出什么车有没有？啊，消费者也会质疑啊。而且今年推出的车，我刚刚讲过，今年推出的车就算新以前的那个人的账，还是算新的这个账哦。虽然都是一样，都是姓柯哦啊，但是呢，这个柯此柯非彼柯嘛，对不对？每个人的理念不一样。之前的董事长喜欢搞电的啊，不喜欢搞油的。而且新的董事长呢，算是油车专家哦，对不对？车的力量哦，来自钱的能量哦，真的有钱才能够搞出新花样啊。所以他今年哦，先省钱，把钱省下来哈，把战力省下来。明年呢，2026年呢，全新的一年，2026年1月1号才是新董事长发挥战力的一年啊。所以说呢，他今年大概就是让他空转啊，2026年是一直空转到耶诞节哦 ，Merry Christmas 之后没有？1月1号 Happy New Year 以后，他才开始呢推新车了哦啊。所以说呢，雅马哈呢就是要趁这个机会哦。所以说雅马哈它当然也不是讲那点呢，雅马哈在地球上卖车。大概卖多少年了，对不对？卖那么久了，对不对？他当然知道说，今年是他有机会翻盘，有没有？从老3呢变成老2的一年呢。所以说呢，雅马哈也是看准这个机会哦，所以今年哦才会这样火力全开哦，什么奇奇怪怪的车哦，都给你3个字哦，国产化哦。国内的东西，它就是拿国外的东西来国产，而且这种东西有没有成本啊，非常的低哦。为什么成本这么低？等一下我们来介绍。第三是分子兵法的第4个战略哈，兵贵胜哈，不贵久哦。就刚刚讲的哈。有时候呢，大家的印象呢，就是说呢，你呢有赢就好了哈，赢过之后有没有，大家都永远记得说啊，雅马哈呢曾经回到市占第2名了，就像光阳一样哈，大家也不会记得说他的车卖多好，大家也永远只记得说是22连霸，然后被干掉22届的冠军全网被 KO 了KO 之后有没有现在就一直在第2名养尊处优储备战力所以呢，雅马哈呢，他要赢这个第2名的光阳呢，当然呢，他以前的缺点资金通路还有车型呢，现在都解决了。车型呢，他不要担心没有车型了东南亚这些以前进口的车型有没有？通通把它变成国产化车型呢不虞匮乏而且还有点多通路呢，通路其实这个东西呢，雅马哈它算是日本公司来台湾合作的通路这个部分呢，我真的要讲光阳真的不如他了。你看大家之前换董事长那个风风雨雨的时候，就有经销商跳出来说董事长做10多年了没有看过他踩进来我们的店里面1天过，所以说呢，他那个下乡呢，那个探访对通路的那些照顾呢，其实是不足的以前的柯俊斌董事长他的做法就跟他的不一样雅马哈呢，他们就很有日本职人的精神你在乡下在偏远不管你是澎湖还是小琉球只要呢他有机会去巡访有没有？就算是再忙就是有1天踩1个点他一定要去巡一下他们总经理的想法就是说，尽量呢让你看到我也要去看你的环境这样子呢，大家至少呢有一面之缘一面之缘有没有？就是差在哪里？当业绩不好的时候，要跳槽的时候，就会念旧情。你看光阳卖的不好的这几年，多少经销商都跳槽，改去挂三洋的牌子，就是你都不来看我你也不来关心我今天我要跳槽有没有？Who care？ 我差小你了，对不对？我想跳就跳，我都没饭吃了，我还管你这个招牌是你的还是我的 ？We are family 的，一阿公对不对？我先讲我8阿公所以说呢，为什么会这么多经销商会从光阳跳槽到三洋？就是这个通路的照顾不到要讲3页讲到变光阳去了资金呢？资金就刚刚我在讲的以前你一个车型要国产化有没有？从构图、绘图、开模、试做、试车，里里扣扣，黑龙钱呢？黑龙用烧的呢，对不对？所以说呢，就像 F1 一样那个也都在烧钱呢。F1 不是有钱的玩具呢，它是会移动的焚化炉烧很金的呢。所以说呢，以前为什么雅马哈国产化那么困难？现在忽然就变得很简单，因为他现在就把那个东南亚先发表，以前是重台湾，早期10-20年前是先台湾在东南亚，现在变改多先东南亚在台湾所以说呢，它的车型的发表先东南亚再发表这样子也好现在国产化有没有？图面也省了模具也省了甚至试做有没有？还可以叫东南亚的人派一些干部来台湾协助反正那个模具我不晓得那个模具是台湾新的模具，还是说东南亚那边淘汰的模具拿来台湾再修改一些台湾的法规，比如说灯的位置还是什么线的位置，还是增加什么 anyway 反正是把那些模具拿来台湾用把那些干部拿来台湾你给你辅导嘎几他只能够为料试料载出来煮一煮震动噪音法规排气都没问题就好了，很快呢，以前可能要搞个2-3年，现在可能半年就搞好了。所以说呢也不用花很多钱，因为这个都本来都free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部分呢就解决了当然呢雅马哈也是它有课题因为你的产区的
规模没那么大，你忽然间呢要生产这么多机种，有没有？你那个来源那个生产线要怎么活化，要怎么共用啊？制具夹具要怎么样改变啊？甚至说以前呢，你可能生产小型的速克达，像现在要生产叉妹或者等下短台，对不对？那个生产的速度啊，生产的那个效能啊，你那个人员的配置啊，都要改变这个根本就是他自己本身的课题因为你一个以品质为卖点的车厂有没有？你将产线做的这么复杂有没有？你如何去取舍这个就是很重要。你不要车子做出来有没有？因为大家以前买过进口的你现在要做成国产有没有？查询这些客人会编得呢，对不对？所以说呢，人家已经骑过进口的，人家已经骑过那个不错的了，现在要改成国产化有没有？你不能以前车子那个车壳的那个车缝有没有缝隙有没有？以前是0.5 mm， 你再给搞到1 mm，人家就会人家也是会拿扑克牌下去测试的嘞不要没有那么多闲人对不对？对不对？打点都谁所以说呢，雅马哈呢，到底呢有没有可能把老二的位置呢，利用光阳这一年风风雨雨的这一年有没有换董事长新头家入主的这一年呢，趁这个机会把第二名的扛棒给扛回来我们呢可以看看呢，他下半年呢这些做出来的车子的销售量，大概就知道结果了。总结呢，我们结论三阳这几年呢车子卖得好，它的理念是什么他把可能变成可以大家就说，可能车上可能会发表这个车呢，可能会发表车呢。三阳说可以，我就做出来给你雅马哈呢，刚好呢也跟上这个风潮他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以前大家说，以为国产化不可能的，那我可怜现在挡车规把你回来走大家说台湾就是塑胶车第一代在做挡车，他就把 NT5 国产化了NT5 国产化知道没有？有可能NT5 都国产化了我做个可以是不是要怎么国产化？可以雅马哈就把 NT5 国产化之后，i5 变成国产化，所以雅马哈现在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可能就变成可以。所以说呢，雅马哈这波操作呢，它的目标呢，到底是说我只是想获利不然真的卖到没车可卖就靠一个旧壳在那边撑场进站呢，也不晓得会不会有消息说进站呢，期待呢可能下半年就要出来了。所以说刚才在讲那个第四场第四节有没有可能反败为胜客进站那个XSR15或是那个 NMAX 那可能有机会没结果但是进站期待呢，这个国产车这个本来就有的神主牌有没有？然后加上 Joker 可能再来一个大放送有没有？3981不可能那3981那种烂招不要再出来了好像看到就让人觉得说好像欺负消费者一样以前买贵的现在卖这么便宜，对不对？新人你也得罪，旧人你也得罪所以说呢，雅马哈这波的目标有没有？到底呢是要把老三这个位置呢丢给三阳，然后拿来做个老二做来看来搞一下，看自己当个老二有没有比较熟悉一点或是呢他只是想把自己呢的获利呢变得好一点然后让消费者呢对这个品牌呢不要没有信心不要说想买什么车都没有什么车呢买了不久车子就停产这样子也是很悲哀的。他究竟这个是一箭双雕，还是呢一鱼二吃呢？我们呢就看他呢接下来呢叉妹做出来的结果，还有进站期待呢有没有机会呢马上就在下半年推出来以上呢就是比赛哥呢对这场篮球比赛方向，篮球比赛对这场2025年下半年车市的预测谢谢。